大家好，我是凯夫。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我们买到的第二款消费级动力外骨骼，也就是各位如果有在关注这类产品的话，应该常常被他们的广告轰炸。这个品牌叫做 Hypershell， 中文叫做极壳，极限的极，壳就是这个外壳的壳，Hypershell 就是这么直接的翻译。好，那在开箱之前呢，可以先讲一下这个脉络，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品牌的。其实，在2023年就是2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也在寻找下一个商品下一个有潜力的个人行动的一个产品。那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看到了这个 Hypershell。那他们那时候是在美国的这个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上面做众筹。那时候看他们的影片很吸引人，就是这个跑步登山然后这个设备能够帮助你跑得更轻松，所以看着我是蛮吸引人的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下单，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问了一下，对这个 Kickstarter 算是蛮熟的一个朋友，有问他说这个专案目前的进度怎么样？然后据他那时候所述呢，就是其实那时候还是有蛮多不确定性的，不是说100%可以交付的一个状态。而且那时候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外骨骼品牌叫做 Sportsman， 其实到现在也还没交付。好，所以说那时候2个这个消费级外骨骼在上面众筹，我就有点犹豫，所以那时候没有买。然后没有买呢，我就慢慢的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 Kickstarter 上面除了这个 Hypershell 跟 Sportsman 以外，也没有搜寻到消费级运动型的外骨骼那时候的外骨骼都是这种医疗用的也好啦，或者是搬运维修工业用的比较多，所以就没有涉猎这个产业太多就这样隔了2年。然后是直到几个月前，开始身边的人开始跟我说，他被这个 Hypershell 的广告打到，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产品，猛然一看发现，这不就是当初这个2年前在 Kickstarter 上面众筹的这个品牌吗？他还真的做出来了，还真的开始交付了所以说又去投入了研究一下也才有今天像之前我们开的这个 Vitrix 这个外骨骼嘛才决定要来投入。好，那其实呢，那时候在 Kickstarter 上面的它的造型跟现在他们的交付的造型还是蛮不一样的2年前呢，他们的这个 Kickstarter 的宣传影片，其实马达是在背后的，而且是只有1颗。然后到现在他们真的量产交付的版本呢，变成了2颗马达并且是安装在这个髋部的位置。所以说可能还是有受限于一些量产或者是这个技术难度，反正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最后也是改了一下造型。那总之我们就来买一个来试试看。但是在买之前呢，我们也写了一封信给这个 Hypershell 的官方是想问他说，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这个台湾的代理或经销那能不能够有什么合作的机会？结果完全没有收到回复。后来才了解到说 Hypershell 包含这个 Densy 这个动思，他们2间公司都比较倾向用直接销售的方式由这个品牌的官方网站直接卖到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手里然后完全跳过了这个所谓代理商跟经销商，他们打算是用这样的模式来贩售。但是在我看来的话，这类的产品，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贩售，我觉得会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毕竟大家对外骨骼的这个概念都还是很陌生，那它到底适不适合我使用都不知道，而且其实价格又不便宜，对吧？那一定会想要先试用那没有地方可以试，就会降低了他购买的意愿所以我会觉得这东西其实应该是蛮需要实体店面或者是专人来帮你去做体验也好，或者为你介绍也好，应该是很需要的。但是他们偏偏选择了这个不要代理商、不要经销商、也不要实体店面的这种模式不过没关系，这个品牌有自己的坚持，我们就是自己花钱买来开看咯那即使之后没办法拿到一个代理商或经销商的竞价，乃至于不能贩售，那也无所谓。我们这个开完以后也是出租嘛，给一些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买那想要先体验看看的人也可以做出租那如果你想买的话呢，其实直接在这个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就直接可以购买了。他们是直接有含关税、含运费，直接寄到台湾的并且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也是有繁体中文目前他们销售模式是这样子。好，那 Hypershell 呢，一开始因为他们是在 Kickstarter 上面曝光的嘛，所以我一度以为它是一个美国公司
好，那这个深度挖掘哦，现在这个 AI 真的很方便 ，AI 就是帮你深度挖掘的这个公司以后，发现其实又是一间这个中国公司跟这个肯沁 Vitrix 一样，肯沁是在深圳，极可 Hypershell 呢应该是总部在上海，他们目前出了有3个款式，都叫做 X 哈，他们的这个产品叫做 X， 然后一样有低、中、高3个 label。那这3阶具体差在哪里呢？我们又把这个表给印出来了，在这个官方网站上也能看到首先价格就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Go X 是999美金 ，Pro X 是1199美金 ，Carbon X 这个价差就大了，它是1799美金，换算成台币的话呢，最入门的是28900左右。好，然后中阶的这个Pro X 是34700，然后这个 Carbon X 一下就跳了一个台阶，就到了这个52000。那到底具体差在哪里啊？重量上，Go X 2公斤 ，Pro X 也是2公斤，然后这个 Carbon X 1.8公斤，少了200克，那一定是用了这个更轻量化的这个材质嘛。所以说它的框架材质呢，也是有把它们的这个材质列出来，但是它没有列的是这个材质是指它的哪个部位。像 Go X 它上面写的就是铝合金、不锈钢、强化聚合物，但是它没有写说哪个部分是铝合金，哪个部分是不锈钢，哪个部分是强化聚合物。好，然后到了 Pro X， 它的材质是碳纤维、强化聚合物、铝合金、不锈钢。那这看起来不是差不多吗？你只是把那个顺序颠倒了一下，然后在这个强化聚合物前面加了一个碳纤维，卡泵是在哪个部分？它没有讲出来。然后最贵的这个 Carbon X， 它的材质是3D 成型钛合金、碳纤维跟铝合金，就没有了不锈钢的这个部位，所以看起来都是比较轻并且有这个钛合金的部分，所以说它单价高很多。但是具体它是哪里用了什么材质我们要开箱一下才知道。好，然后接下来讲到它的动力性能的部分。Go X 跟这个 Pro X 就有蛮大的一个落差了，它们的扭力的话分别是18 Nm 18牛顿米，以及 Pro X 的32牛顿米。然后 Carbon X 呢跟 Pro X 它们的动力是一样的都是32牛顿米。然后在这个马达电机的最大功率输出也是最入门的400瓦，然后中间的跟高端的都是800瓦。然后在这个模式上面Go X 是2个模式，一个叫做 Transparent Mode，Transparent Mode 就是透明模式。那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看了一些人家开箱的影片啦，其实 Transparent 透明模式指的就是没有动力啦，就是待机状态，马达不做动就对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 Eco Mode， 就是所谓的节能模式 ，Go X 就只有这2个模式。Pro X 呢有3个，多了一个叫做 Hyper Mode， 或者你可以叫它进阶模式，输出比较强的模式，叫做 Hyper Mode。Carbon X 呢，它的这个模式跟 Pro X 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除了这个 Go X 的这个动力比较弱以外，其实 Pro X 跟 Carbon X 的动力系统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多花了那将近18000，主要是买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质但是他们在动力系统输出上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来讲它的这个辅助，你的这个最高速度Go X 的话是每小时12公里，其实一般走路的话也才是3公里到6公里嘛，所以每小时到12公里的话，那已经算是很快的走路了，大概可以支持你到这个竞走的一个模式。然后至于 Pro X 跟 Carbon X 呢，他们都支援到20公里每小时，所以算是跑得很快了，还有支持你的这个跑步的模式就对了。接下来是他们的这个动作姿态识别数量 ，Hypershell 的这个产品呢，都会自动去根据你目前的这个行为去判断你在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切换成不同的模式。目前的话 ，Go X 支持这个能够辨识出来的模式就是6个分别是走路、竞走就是很快的走路了然后上坡、下坡、上楼梯跟下楼梯，这就稍微妙了一点因为上坡跟上楼梯、下坡跟下楼梯，在我感觉起来很像是一个很类似的动作但是它却把这个上下坡、上下楼梯给切开来了那我比较期待之后在体验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个到底上坡跟上楼梯、下坡跟下楼梯，它会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算法去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动力辅助。Pro X 跟 Carbon X 它能够判断出
你的这个动作多了4个，所以来到了10个。那多了哪4个呢？分别是碎石路、跑步、登山以及骑行。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蛮妙的，就是他真的把动作分得非常细。像我就觉得，这个碎石路跟竞走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感觉好像很小，对吧？就是碎石路，你走在比较不平的路面，跟你竞走，那对于这个外骨骼来说，第一他怎么判断的？再来是他判断完以后，到底会给你怎么样一个动力的一个差异？这个就比较不了解。跑步很明确了嘛，就是因为你跑起来所以我们可能预期它给你的这个动力都会比较强一点。好，然后又多了一个登山。那登山跟上坡、跟上楼梯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也是体验的时候可以特别去感受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多了一个骑行，就是这个骑脚踏车骑自行车。那如果有看上一部我们在开那个肯沁 Vigix 的影片呢，就会发现，其实肯沁的这个这个产品里面是没有骑行模式的。然后我是希望之后拍应该要把这个骑行模式给 update 进去因为骑脚踏车也算是我们平常人蛮常做的一个休闲活动嘛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卖这个电动脚踏车的啦所以就这个动作姿态判别的这个数量来说，目前这个 Hypershield 的产品是远远大于这个肯沁 Vigix 所支持的这个模式肯沁的拍目前就是标准登山跟健身没了就3个它目前看起来有6个或10个。那接下来讲一下它的这个电池好了，电池的容量其实3个版本都一样，那只是说呢 Go XS 给你1颗电池然后 Pro XS 跟 Carbon XS 给你2颗电池。但是这个部分跟肯沁的这个 Vigix 又不一样了。那 Vigix 的这个 Pi Plus 就是给你2颗电池，然后2颗电池直接一次安装在这个外骨骼上面。但是像Hypershield 的话是，即使你买的 Pro XS 跟 Carbon XS， 你会得到2颗电池，但是实际上呢，你还是只有1个电池槽所以说就是1颗换完再换另外1颗，而不是说它2颗电池直接可以安装在这个外骨骼上面。好，那以上就是它的数据规格。整个看下来这个3个版本，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应该会是中间的这个 Pro XS，因为它在这个动力性能的表现上，跟这个 Carbon XS 几乎是一样的又比这个 Go XS 强了1倍主要是电池有2颗嘛。先不看它的这个马达输出，它电池就给你2颗。那 Go XS 的话，也要29000，那这个 Pro XS 的话34000，才差5000块所以说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应该会是 Pro XS。那至于 Carbon XS 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它比较轻不要看它只轻了200克，因为它的总重只有2公斤嘛，你轻人家200克，等于是重量少到了1/10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差异啦。如果说手头比较宽裕的话再去考虑这个 Carbon XS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最多人买的都是这个 Pro XS， 也是我觉得他们这个 CP 值算是比较高的一个中阶的产品。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他们的外箱。外箱就是这样子比较朴素、比较简单的一个牛皮纸箱Hypershield Mountain Exoskeleton， 它这边特别标注了一个3，好像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登山用助力外骨骼特别是这样写了，有没有写型号有这个贴纸白色的这个贴纸上面就有写它的这个型号了这个是 Go XS， 另外一个应该就是 Pro XS。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最入门的这个 Go XS 来开箱看看吧。一个手提把，感觉也是彩盒还不好抽出来耶，装得好密拿出来了。好，看一下这边，哇哦，这个彩盒的设计真的是蛮漂亮的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渲染图。然后这一面另外一面一样 ，Hypershield Mountain Exoskeleton，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一个 logo XS， 这边是一个 XS， 他们的这个产品名称，然后还有3，直接把这个3的形象意象给弄上去了。
不得不说他们的这个外箱设计乃至产品设计，其实整个都是蛮大气、蛮有质感的然后至于另外一个侧面呢，这是一个贴纸那这上面写的就是 Hypershield Go X 最入门的版本Max Output Power 峰值你的马达的输出是400瓦 AI Based Motion Engine AI 算法动态引擎 Cold Weather Operation 就是说它可以在-10度的状况下操作这个台湾应该比较少遇到-10度，但是很有可能拿这个去滑雪，还是去爬一些雪山吧。所以说它特别强调了它这个能够使用的最低温环境到-10度，然后它的防护等级 IP54 Water Resistant 这个防水等级是 IP54 应该是防泼溅就是你水泼到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用高压水柱去喷洒，然后也不能泡到水里这是 IP54的一个防护等级下面是内容物in the box 就是外骨骼一个，然后电池1颗还有一个 USB-C 的 charging cable USB-C 充电线，它这边没有提到豆腐头该不会没有附豆腐头吧？然后这边一个 warranty card 一个保固卡，然后一个说明书大概是这样子，还算是一个蛮有质感的一个外箱。好，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吧。哇，打开来一个纸箱，里面还有一个内箱而且它的这个手把其实是内箱的手把这个蛮有质感的耶，真的是蛮有质感的这个跟我们上一次开这个肯沁的 Vigix 比起来，这个感觉就更有质感，感觉你就是可以带着这个箱子拎出去，虽然说还是有点大啦不过这个肯沁其实上礼拜也去了这个深圳，他们的公司拜访了一下，他们也说8月20，好像就是今天8月20之后的货，这个肯沁的拍这个外骨骼产品也会改用这种硬壳的包装所以大家已经开始互相的竞争，互相开始拼起来了。好，那我们来打开来吧，给各位先看，是这样没错 ，OK， 就是这样子。包装的真的算是蛮精致的产品本身这边，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电池，比起这个拍的来讲，这个电池的体积看起来是大了不少。上面的标14.4伏的然后5000毫安时是72瓦时，这个电量是比拍还要大拍的电池的话，我记得是50瓦时然后他们这个是72瓦时的一个电池。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产品本体。就是这样子蛮有质感的不过这边虽然说它这边这个银灰色很漂亮不过摸起来怎么感觉有点像是这个塑胶的材质这边应该是塑胶材质，摸起来像。本体我们先放旁边，先把其他配件拿出来看一下。这边一个user manual 使用说明书使用者手册，打开来非常小一本，然后这是 warranty card 保固卡。真的是做的蛮有质感的，但是呢，目前看起来是全英文，而且字非常的小。这个对于某些这个长辈吧，或者是看不懂英文的来说，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使用上就有点焦虑吧。就是一打开来全部都英文的完全没有中文。然后使用者手册也是小小的，虽然做的是蛮有质感的，但是我觉得它好小一本。然后里面的话。看一下密密麻麻的这个英文，当然也是有很详细的这个穿戴指南但是就是黑白的比起我们上次开箱这个 Vigix 拍这种比较接地气的这种说明书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它看起来是比较有这种国际感啦但是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比较没有那么直观比较像国际大品牌这种极简的说明书。好，先放一边。这边还有一个小盒子藏在这边，这个看起来就是 Type-C 的线，就是一个双头 Type-C 的一个线。那它没有充电座吗？没有充电座，那要怎么充电呢？我们这要再研究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子本身上面有这个膜。
腰带上面还有一个小吊牌哦，感觉跟那个衣服一样哦，蛮有质感的一个小卡哦。这个人穿着的样子真的是帅。反正开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设计感是真的很强，有这种国际大牌的这种感觉。小吊牌后面写的是 Scan QR code to download and start。哦，这代表说你要使用它，你还要先下载它的这个 APP 哦才能使用。哦，比起这个 Victrix 的拍的话，稍微在启用的时候稍微复杂一点。它感觉跟这个9号 Segway 比较像哦，都是需要先这个下载 APP 啊，然后去启动它哦才能使用的，比较智能化的一个产品。哦，当然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种高科技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很喜欢这个模式。如果是对一些长辈来说的话，会不会整个感觉就是有点复杂？可能就已经标定了他的人群是属于爱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他的形象影片也是这么拍摄的啦。这个 Hypershield 这个品牌的产品啊，它的这个目标受众其实跟 Victrix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先载一下它的 APP。OK， 那我们 APP 载好了，好，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机里面啊，已经有这个外骨骼的一个分区啊，里面有 Victrix、Hypershield， 包含连这个Density 我都载好了啊。那我们就打开 Hypershield 的 APP， 哇，打开来，这个果然是真的是蛮有质感的，连这个 APP 的首页一进来就是一个影片作为背景，跟一般这种 APP 是固定画面的来讲，真的是没话说。站在这个设计的立场，真的是很有质感。好，那我们来登录跟注册，我们应该是选注册，然后创建这个账户。下面可以用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的账号来登录。好，那我们就不输入信箱了，那我们就直接用 Google 的账号来登录，然后选一个 Google 账号。好，完成，这样子就注册成功了。穿戴指南。恭喜你完成注册。接下来在穿戴说明中，你将学习如何调整产品以适应你的身体尺寸。OK， 看到目前为止，它的 APP 是繁体中文的哦，很不错，很不错。首次使用前建议将电充满，确保电池牢固的插到腰杆下的插槽中，如图所示。先装上去吧，按照它的这个图示。应该是装在这个是它的背后外骨骼的背后，这样子，直接把它插上去。你听到咔一声，这样应该就装好了。好，装好了，然后 APP 点下一步，身体指数，哇哦，我还要输入这个身体指数。公字跟英字，我们是公字，然后身高。174，体重稍微胖了一点，最近79公斤。生理性别要不要这么左啊？看一下生理性别，你的性别资讯仅用于推荐合适的穿戴尺寸和启动 Motion Engine 自适应功能。OK， 他讲的是生理性别哦，我生理性别是男，但是有些人可能心理性别是女啊。这个好，这个不讲了。生理性别。好，男生，完成。还有动画呢，调节腰杆，调节腰杆，松开腰杆调节扣，如下所示，将腰杆向外滑到建议的宽度。3根据我的这个身高体重，他建议我滑到3，那就是背后这边，把这2个扣应该是这样往下扳。松开来，然后往外拉，对，这边拉动了，拉，看到1、2、3，好，看到3，然后把它扣起来，固定住，另外一边应该也是往外拉，拉到3，扣起来，这应该是决定了你这个腰的这个宽度。好，然后我们按下一步，下一步的话是系紧腰带，将腰带环绕腰部扣好，拉动两端的带子，调整到舒适位置。如果觉得不贴合，可以再次调整腰杆的长度。好，我来试试看啊。这样子完全扣不起来，可能要先放松一下。这个腰带要先拉出来一点。他说到最小了啦。
哦，这个确实调整起来有一点点的麻烦，不知道之后熟练了以后会不会比较顺手一点。这是第一次调整，好，先把这个腰带的部分先往里面推，好，才有办法从这边把它拉出来。好，大费周章，好。 我终于把它给穿上去了，我终于可以下一步了。调节腿干啊，保持双腿竖直站立，将前腿带置于大腿的前方，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前腿带。同时按下腿干调节滑块两侧的按钮以调节滑块。听到咔嗒声，确保腿带下缘的距离膝盖顶部约3厘米哦，大约2指的宽度哦。 这边呢，它绑的那个高度啊，跟这个 Victrix 的拍有点不一样，不过也差不多啦。Victrix 拍建议你绑的这个高度是在膝盖上方3指幅啊，然后 Hypershield 的建议是在膝盖上方2指幅，这可能要换个位置，不然看不到。好，那我们就先转到这边吧。哦，这个应该就是它这个两边有2个按钮，有没有？按下去可以调整高度。不过哦是可以调整，但是。 调整的幅度感觉是没有很大哦，就是在这个距离之间做调整。然后比如说我的膝盖哦站直，然后膝盖上方2指幅，所以应该是这边。然后我就要把它按着往下推一点，好，大概推到这边，然后应该就是这样绑起来吧。那绑起来的话，啊这边用的跟它的腰带也是一样，要去。 稍微调一下它这个松紧度，我觉得在穿戴的这个部分来说啊 ，Victrix 好像感觉简单一点点。它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在做调整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OK， 好，扣好了，扣好了。好，然后另外一边 ，OK， 找到诀窍了。哦，找到诀窍以后。 穿戴起来就快了一点。好，下一步扣好腿带，这个已经完成了。在大腿内侧扣好腿带，拉动带子，调整到舒适位置，保留1指空隙，一指空隙，大概是这样子。好，应该可以了。再下一步，最后检查，如果觉得太松或太紧，请再次调整腰带或腿带。啊，目前应该还 OK。 好，然后交互指南，恭喜你完成穿戴指南。接下来在交互指南中，你将学习设备开关机、模式切换、调整助力强度、脱下与储存。好，然后要用你的手机蓝牙开启。我们开始吧。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第一步开机单击，然后立即长按控制按钮，直到4个指示灯依次亮起。 OK， 目前看起来就只有这个开关，好，那就是短按再长按的意思啦。短按、长按，4颗灯亮起来了。OK， 现在亮起来了，这边有蓝色的灯，4颗一直在闪。好，下一步，搜寻我的设备。哎呦，哦，这边还可以选 Go X、Pro X、卡泵 X， 竟然还有 X Ultra， 这。 是不是剧透啦？这个 APP 剧透了，是不是？这个官网上面没有这个什么 X Ultra 这个东西啊，看起来超帅的哦，全黑的，应该是下一个未来可能要出的一个版本吧。好，反正我们是 Go X， 搜寻，我找到了一个附近的设备，请连接。哦，这个流程跟那个 Segway 的滑板车真的很像。点它。 有吗？连接中 ，OK， 要点右边的箭头才是连接中。加载中，正在恭喜自动穿戴检测成功，按下一步。舒适模式你现在处于舒适模式，也就是绿色指示灯。没有啊，我的是红灯在闪呢，应该是电量过低呢。是适合中等强度活动的自适应助力模式。 在安全的区域散步，感受适应你的助力。这要你走10公尺，天哪！它的 APP 的逻辑真的非常的9号。我们原地踏步，有动力的。好，停下来，下一步，
下一步叫做通透模式其实应该就是 transparent 透明模式。单极控制钮可在通透模式不提供任何助力或阻力嘛？对，其实就是待机和舒适模式之间的切换按一下是切换模式按一下是通透模式在这个通透模式下是完全不给助力的就是让它待机，再按一下舒适模式应该就是 Eco Move。好，然后调整助力强度，舒适也就是这个 Eco Move， 大概有4档助力，双击提高助力 ，OK， 点2下是提高助力，然后连点3下是降低助力，每次点击之间保持0.5秒的间隔 ，OK， 所以我还要1下2下，提高有了，它这边变2颗灯了。所以说它的助力，像 Victrix 拍的话是0到12，有12段，但是这个 Hypershield 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4段，4个助力，再2下，它上不去了。我在想，应该是电量过低了，目前这边只亮了2颗绿灯，然后红灯一直在闪，应该是我的电池快没电了。好，然后我试试看，按3下降低功率，1、2、3。降低功率成功。好，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自由探索，体验不同的模式和动力水准，找到你喜欢的档位。助力回应速度和扭矩平衡，可以在 Motion Engine 中调整。这边还有一个时间在倒数，要你随便走2分钟就对了。好吧，那我们就随便走2分钟。目前它给我的感觉助力是蛮柔和的，就是有，但是真的很小。应该是我把它调到1了啦，就是目前是最弱的助力，因为快没电了嘛。这个你没有穿戴它走2分钟，你的这个启动程序还不让你完成嘞。有，下面有跳过，拍谁，大意了。好，下面有个跳过，我们跳过。好，接下来是关机，关机是单击，然后立即长按，直到4个灯依次熄灭。它的开关机的逻辑跟那个大疆的空拍机一样，就是要先短按再长按。好，那就短按长按。OK， 4个灯往下熄灭，好，这样就关掉了。好，下一步，脱下与储存，请先解开腿扣，再解开腰扣，同时用手握住腰杆，以防设备衰落。调整腿杆以节省空间。应该是调整这个节省空间，方便存放。好不容易才穿上去，先不脱了吧。下一步，恭喜，终于完成所有交互指南。真的是好大一份功夫。开始探索吧，请穿戴好你的设备，打开电源，然后自由探索。好，可以确认。好，那现在又回到第一步了。那我们再开机，短按、长按。有了，启动了。好，然后这个一启动以后，它就自动连接了。马上给我跳了一个低电量，请赶快充电，输出功率已降低，以保证你的安全。好，确认。哇，我的电量只剩7%，今天恐怕是测不完了。先不说这个我们的 APP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有科技感，非常有质感，这个不得不说，而且也是全繁体中文界面，看起来相当的舒服真的是很有这个 Segway 9号的这种感觉。OK， 那我们先在这个7%的电量下，看能不能先更新固件吧。更新固件，有主板跟电机都有最新版本。好，那我们升级。过程中请保持应用在前台，确保升级过程中要有稳定的网路跟蓝牙连接。电池电量超过10，建议更新时插上充电线。哇，那我的电量不够怕更新到一半，如果它没电的话，搞不好会发生什么问题。好，先不更新，我们先充电一下好了。问题是我要怎么充电呢 ？OK， 那刚刚稍微瞄了一下这个说明书，到底要怎么充电？结果嘞，它跟这个 Victrix 拍还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它必须电池要装在本体上
充电，充电口在你的腰杆的上方的位置，这边有个 Type C 的充电口，也就是说它的充电口是在机器上面的，电池的话是要装在机器上面才能充电的。这个 Hypershield 它是有卖一个充电座啦，就是说你必须额外买一个充电座，你才能把电池拆下来，放在这个充电座上面为它充电。那如果你没有买这个充电座的配件呢，电池要跟本体连在一起充，我觉得这样子是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啦。刚好那个 Victrix 也在，像这个就是Victrix 拍好的这个电池嘛，然后呢，你买它的外骨骼呢，它就会送给你这个充电座，所以它的充电逻辑就是电池从机子上面拔下来，装在这个充电座上面，然后呢，这个拍它也有送你一条这个 Type C 的线。就直接连那个线，然后拍甚至有送你这个豆腐头，65瓦的这个氮化镓的豆腐头，你就可以充电了。现在这个 Hypershield， 如果你买的是 Go AKS， 然后没有加买充电座的话，等于是你要充电，电池还要连接在本体上，而且它也没送你那个豆腐头。虽然说那个豆腐头也没多少钱，但是没有送，我们就直接插上去，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试试看用一般的 Power Bank 能不能充电。可以哦，有在亮哦。当你充上去了以后，就是它的这个开关旁边就是4颗 LED 灯就在闪了，应该这就是一个充电指示灯。那它应该就是在充电中了，因为它这个7%电量，我们连更新都没办法更新，所以 AKS Go 就只能开箱到这边了需要充电一下。然后我们来开箱一下这个 Pro AKS，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不同吧。OK， 事不宜迟，我们来开一下我们的 AKS Pro 吧。一样非常的紧，抽出来了。目前看起来，包装是一模一样的，应该都是用同一个这个外箱，然后这边的贴纸就换成了 Hypershield Pro AKS。800瓦，峰值800瓦那就比这个 Go 的话多了1倍然后有10个动态识别，重量是2公斤一样然后负20度，就连使用环境都比这个 Go AKS 低了10度Go AKS 是负10度，然后它是负20度，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来的？难不成是电池不一样吗？防护等级一样是 IP54防泼溅。看起来就是本体1个，然后电池2颗有它的电池这边是有写 anti-cold temperature， 就是比较耐寒啦，应该是这个 Pro AKS 的电池是属于耐寒电池所以它可以在这个比较更低温的环境下运作。Type C 的充电线保护卡跟说明书一样没有附豆腐头、充电头跟这个充电座。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样子 Pro AKS 2颗电池，那我要充电那就麻烦啦。那就代表充电座几乎是一个必买的配件不然你怎么可能一个电池充完，然后你自己还半夜起来再去换，然后再去充，这样很麻烦嘛所以说如果是买 Pro 的话，一开始就要加买充电座的配件了箱子看起来也是一样的，有质感 ，Hypershield 一样，各位先看，这样讲。打开来有什么差异嘞？电池一样，1颗装在这边，然后我看一下它的标，这个标上面确实是多了一个 anti-cold battery 抗寒电池。我们跟这 Go AKS 的比较一下，电池还不好拆。OK，Go AKS 的这个电池。上面写的就是intelligent battery 确实是2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但是除了上面的标不一样以外，其实外观以及颜色上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已经只有标上面有写这个是 anti-cold battery， 然后这个是 intelligent 应该是一般电池，然后这个是抗寒的这个电池。好，1颗电池放在这边。本体的话呢，这一根感觉一样是塑胶的，摸起来质感差不多，一样有个膜，包装真的是蛮精致的。一样有个吊牌，
要你下载 APP 的一个吊牌。哎呦 ，Pro X 这边多了一个塑胶的一个也算是保护膜吧，这个 Go X 就没有这一张。哦，多这一张的原因是因为它额外的这颗电池本身就卡在这边了。它附这一张应该是防止它直接去接触，所以说它卡在这边去做一个绝缘的动作吧。好，这样子把它拔掉。对，没错，它这边是一个厚纸板，防止这个电池直接跟机器去做接触。应该是如果接触的话，可能这颗电池会放电的比较快哦，所以说多了这一张。好，我们把这个电池也拿下来看一下。它的电池相较起来，相较于 VGX Pi 就比较不好拆装一点哦，至少目前是这么感觉。这个电池也是 Anti-Cold Battery， 也是抗寒电池。那我们现在就也把它给激活起来吧，因为现在这样子外观看的话，确实是看不太出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哎。看一下它的材质 ，Pro X 的材质是碳纤维强化聚合物。铝合金跟不锈钢，所以它跟 Go X 只差在一个强化聚合物跟碳纤维强化聚合物。总之，我们就随便找一个电池，先把它装上去，然后一样把它给激活起来吧。这一次比较熟练了，看会不会调比较快。哦，有找到诀窍了，稍微快一点。好，腰带调整好了。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其他配件好了。这个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一样是一个保固卡跟说明书，这个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这边一样有一个 Type C 的线，看起来就是没有充电座诶，即使是买了这个。X Pro 一样是没有充电座，那看来充电座应该是一个必买的一个产品，尤其像我们买了2台，我们有3颗电池，那一定是要加买这个充电座的吧。穿戴完成，我们一样来开启一下这个 APP 啊，看一下这个版本不同，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界面？好，打开 APP， 搜寻设备，怎么已连接了？充电放电中，请勿取出电池。它应该是直接连到了上一台 Go X， 然后我们应该是按左上角，添加设备，没错，添加设备，搜寻附近设备。我应该要先开机，短按长按开机，短按长按，哇，直接开不起来，没电了吗？电池直接放到过放了。我发现它的第一个缺点了。穿戴的过程中，电池在这边，我自己是不太好拆。这个要按住，然后往下拔。这个比起拍来说，它的电池拆装比较困难。不对，是非常困难。它这个角度一不对啊，就拔不下来了。真的是目前用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感觉到的大缺点就是电池拆装困难，而且是相比之下相比这个 VGX Pi， 好，换另外一个电池，看是不是有电的。哇，这边有2个突出的点，刚好去对到电池的这2个洞。然后因为它在你的后方，所以你也看不到，只能凭感觉插上去了，然后往上扣，这样应该是有扣紧的。我们来开机看看。哦，这个就有电。OK， 所以说里面有一颗是完全过放的，这个要再冲冲看。通常电池完全过放，我们做这行的感觉都有点危险。好。再次搜寻，找到了Hypershield Pro X， 点箭头，
连接上了，低电量，哇，这个也是低电量，而且他可能知道我之前有走过一次这个启动程序了，这一次完全没有要我再去走这个启动程序，就是一连线上，马上就可以用了。这个的电量是10%，完全也是一个低电量的状态。但是我们不管了，硬冲，试试看能不能更新这个固件。好，更新固件有主板跟电机，升级，继续。固件升级，请在手机保持蓝牙开启。4%、5%，它有在跑了。电机正在固件，正在这个解析固件，正在发送固件到设备。设备正在与电机交互，请等待约2分钟。OK， 更新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43%、44%，正在跑。用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觉得 Hypershare 啊，跟这个 Victrix 拍比起来，虽然都是助力外骨骼，但是不论是从这个造型、操作、功能上，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就是除了这个电池安装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为止 Hypershare 的这个硬体上面的操作，它没有给我任何的声音的反馈。就是开机也好，关机也好，或者是切换模式也好，它连这个哔哔声都没有。像我们在卖这个 Segway 的滑板车，开机、关机或者是切换模式，它都会发出这个哔哔哔的声音。它作为一个反馈，让你知道你下达的指令，它有收到。然后像 Victrix 拍的话，它也是，然后它很明显就是开机它会报电量，语音报电量，然后哪一个模式它会直接说话给你听。但是 Hypershare 的话，感觉整个产品的调性就是比较酷，比较那种高冷一点。它只给你就是4颗 LED 灯的这个反馈，就是这个部分来讲，确实又感受出了他们目标的人群可能有蛮大的不一样。因为像长辈的话，这个4颗小小的灯，搞不好他都没办法去分辨到底是1颗还2颗。有些人可能根本就看不到，所以说这个确实2个产品思路上有很大的不同。好，固件更新成功，完成，完成剩9%，低电量，哇，这个都低电量了，所以说，OK， 自适应动作识别，有10种，确实是很多种不同的这个，但是因为低电量，所以我们没办法体现它的这个性能啦。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先开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电池充满电。再去实际上户外去使用看看，然后再跟各位报告。只是它的中文写的是下坡。